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将介绍由和田秀树医生所撰写的《因为忍耐而老化》一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书中的内容吧。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越早开始，效果越大，从40岁开始预防衰老吧。第二，将详细解释应该尽早开始的2种最佳习惯，以彻底预防衰老。现在让我们先来探讨第一部分。越早开始，效果越大，从40岁开始预防衰老吧。正如大家都隐约感觉到的那样，不同的人衰老的速度差异非常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差异逐渐变得更加明显。在20岁和30岁左右，人们的衰老速度并没有太大差异。但当他们进入40岁、50岁、60岁和70岁时，差异变得非常大，令人难以置信。和田先生作为专门从事老年精神科的医生，他在过去的30多年里接诊了大量的老年患者。通过与众多老年患者的接触，他深刻体会到老年人的个体差异非常大。例如，有些90多岁的人仍然非常活跃，外表也看起来年轻，而有些60多岁的人却看起来像真正的老人。和田先生自己也60多岁，他越来越强烈地希望自己不要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年人。出于这些原因，和田先生除了从事老年患者的诊疗工作外，还进行了对老年人衰老速度差异的分析，并阅读了大量的文献。他发现，现在许多医生推崇的预防医学方法实际上会加速衰老，这一点他已经确信无疑。此外，他还发现存在许多统计数据支持这一观点。作者通过他30多年的老年患者临床经验和大量文献的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忍耐和节食会加速衰老。基于这些不同的现象，作者在目前的老化预防和抗衰老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具体策略。作者写本书的目的也是向大家介绍他的想法和具体措施。无论您是40岁、50岁，甚至是70岁、80岁，从今天开始，我希望您都能采取抗衰老的措施，因为抗衰老措施越早开始，效果就越好。越早开始的人就能保持年轻的状态。实际上，据报道，法国和美国的名人从20多岁开始就开始关注抗衰老，并非常普遍。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抗衰老措施越早开始，效果就越好。也许在听到这些话的人中，有些人可能并不太关心，但我仍然希望您采取一些延缓衰老的习惯和行动，因为努力防止衰老的同时，也可以预防各种疾病。通过延缓衰老，有可能减少癌症、动脉硬化和骨质疏松等疾病的发生。老化预防不仅仅是为了外表的年轻，还可以预防许多慢性病。这其实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因为延缓衰老的习惯基本上都是对健康有益的事物。所以，无论您是出于希望延缓衰老的动机，还是希望变年轻的动机，无论如何不要考虑太多，只需坚持延缓衰老的习惯就可以了。通过预防各种疾病的努力，抗衰老应该从40岁开始，这是作者的建议。如果从40岁开始执行年轻化的习惯，保持年轻的大脑，可能可以预防随年龄增长而迅速增加的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生。作者认为，阿尔茨海默病不仅仅是一种疾病，更是一种老化现象。既然是老化现象，只要坚持执行年轻化的习惯，就可以预防阿尔茨海默病。此外，如果从40岁开始执行年轻化的习惯，保持骨骼的健壮，也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骨骼老化导致骨质疏松症，但归根结底也是骨骼的老化。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就可以大幅降低风险。如果从40岁开始执行年轻化的习惯，预防动脉硬化以及由动脉硬化引发的严重疾病，如心肌梗塞和脑梗塞也是可能的。通常认为动脉硬化是一种疾病，但作者认为动脉硬化实际上是一种老化现象。在解剖80多岁的人时，几乎没有人没有动脉硬化。正常人的血管应该是有弹性的，但很少有老年人能保持这样的血管状态。换句话说，动脉硬化是一种老化现象，每个人都可能会发生，但通过采取措施可以延缓其进展，甚至预防。
此外，如果从40岁开始执行年轻化的习惯，并有效提升免疫功能，那么预防未来癌症的可能性也会增加。总而言之，抗衰老从预防疾病的角度来看，越早开始越好。就激素变化而言，生长激素等在20多岁时开始逐渐减少，这意味着一旦超过生长期，老化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及早进行维护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在5年或6年后才开始对车辆进行维护，与从购买新车时就进行定期维护相比，哪种方法更有效，哪种方法更持久，这一点我们可以进行类比。因此，尽早开始抗衰老的措施的重要性是可以理解的。此外，作者还提到，心理和情绪也会衰老。在心理和情绪衰老之前，采取适当的措施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包括那些被称为草食系的人，已经在20多岁时在精神方面显得老态龙钟。尽管这也与他们不太在意外貌有关，但这种现象相当普遍。有些人在30多岁时对动画片和模型非常着迷，但当问及年龄时，他们可能还不到20岁。总之，我想说的是，抗衰老是确保年轻化的重要性是确定的，不仅仅在美容方面，还在医学和社会政策方面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超高龄化社会中，提高生活质量已成为社会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存在各种担忧，但如果大量人群进行抗衰老措施，保持年轻和有效预防疾病，将会在医疗费用和社会运营方面带来显著的好处。从医学和社会角度来看，有着重要的优势。此外，进行抗衰老措施的一个明显效果是外观的年轻化。这种外观的年轻化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生活非常重要。年纪大了之后，有些人可能会不再关注外貌，但外貌的老化预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外貌老化会直接影响心理和全身的身体功能。在精神神经免疫学领域，已经有研究表明，使心理年轻化可以有效地使免疫功能年轻化。作者认为，外貌的年轻化是使心理年轻化的简单方法。实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持续恋爱或对异性心动可以使我们保持年轻，就像在老人院里，让老太太化妆会让他们感到精神焕发。保持外貌整洁和年轻，会明显地带来年轻化的效果。因此，作者认为避免外貌老化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基于他在临床经验中观察了约6000名老年人。大约在10到20年前，美容外科在大学中开始增加，并且作为一个受人信赖的诊疗科目，逐渐受到重视。即使对于对整容手术有些抵触的人来说，例如注射透明质酸或肉毒杆菌，可以轻松实现年轻化效果。现代已经使得防止外貌老化变得更加容易。作者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一点，而不是轻视它。外貌对我们的心理和健康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此，通过从外貌入手，使外貌年轻化，可以对心理和健康产生积极影响。这是非常合理和出色的想法。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解释了与抗衰老和年轻化相关的非常核心和重要的知识。听到这些内容后，您对于衰老和抗衰老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呢？即使之前曾经放弃过，现在也可以重新激发起对抗衰老的动力。接下来在第2部分中，我将详细解释1秒也不要拖延，应该尽早开始的彻底预防衰老的2种最佳习惯。老化的预防习惯越早开始，效果就越好。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尽早开始，而不是说什么时候都可以。现在，我将具体介绍本书中提到的预防衰老和年轻化的最佳习惯。接下来要介绍的预防衰老的习惯如下：1. 避免引起炎症的食物。2. 不要抑制自己吃想吃的食物或享受酒精等嗜好品。现在，我们将一一详细介绍这些习惯，以便更加易于理解。接下来，我将解释第1种最佳习惯：避免引起炎症的食物。也许大家已经知道，为了远离衰老并实现年轻化，我们需要防止身体氧化。身体的氧化会导致我们的身体不断衰老，
而导致这种氧化的原因就是细胞的炎症。换句话说，细胞的炎症是衰老的根本原因。构成我们身体的37兆个细胞被细胞膜包裹着，而炎症就是指细胞膜受损的状态。当细胞膜受损时，大量的自由基等活性氧进入细胞内，使身体生锈，加速衰老。因此，为了预防衰老，我们必须绝对防止细胞的炎症。那么，到底是什么引起细胞炎症呢？本书强调的是慢性过敏。当提到过敏时，很多人可能会想到牛奶过敏或鸡蛋过敏，这些是急性过敏的例子。这些过敏会立即引起过敏反应，导致全身发痒等明显的急性过敏症状。花粉症也会导致立即流鼻涕和打喷嚏等明显的急性过敏症状。这些过敏症状一旦出现，我们就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对这些物质过敏。然而，问题在于慢性过敏。慢性过敏不像急性过敏那样立即出现明显的症状，很难察觉到。举个例子，比如吃了苹果后2个小时口腔发痒，或者吃了海鲜后一段时间感到不舒服。有些人可能会有轻微的身体不适，但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样说起来，慢性过敏可能只会引起轻微的症状，甚至本人都没有察觉到。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程度完全没有问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慢性过敏特别会引起肠道炎症，导致细胞膜的炎症，进而加速氧化，使细胞内营养供应困难。在严重的情况下，细胞膜受损还可能成为癌症的起因。因此，为了抑制体内氧化，延缓衰老，我们需要确定引起慢性过敏的食物，并避免食用。那么，如何确定引起慢性过敏的食物？这对于自己来说可能不容易察觉。最快的方法是去医院进行检查。当然，进行检查可以准确地确定慢性过敏，但不进行检查并不意味着完全不知道。作者表示，如果能够认真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就能发现食物过敏。例如，当感到身体疲倦或者有些不舒服时，可以检查自己几个小时前吃了什么。如果发现在出现不适症状之前总是吃同样的东西，那么很可能这种食物对你来说是引起过敏的食物。这样说起来，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有点麻烦。然而，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不仅可以发现过敏，还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方法。例如，在社会上普遍认为某种健康方法是好的，但你发现它并不适合自己。或者反过来，某种健康方法并不那么有名，但对自己来说效果显著。通过倾听自己的身体声音，你会发现适合自己的健康方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个体差异，所以即使是被认为是一般好的方法，也可能不适合自己。在这里，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健康方法。所以，为了找到食物过敏，先练习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吧。当您吃了某种食物后感到身体疲倦，是身体氧化的重要信号。这种身体疲劳的信号提示我们需要关注自身的营养摄入和生活习惯。通过倾听身体的需求，我们可以发现哪些食物对我们个体来说是有益的，哪些食物可能会导致身体的氧化反应加剧。这样，我们可以调整饮食，选择富含抗氧化物质的食物，如新鲜蔬果、坚果和全谷物，以帮助身体对抗氧化压力，延缓衰老过程。请务必不要忽视这些信号，找出引起细胞炎症和隐藏过敏的食物。通过听到这些，你应该已经理解了发现自己的食物过敏，并彻底避免食用这些食物的重要性。另外，除了这一点，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可推荐给每个人，那就是摄取被确认具有防止氧化和预防衰老效果的食物。例如，能够抑制细胞炎症的作用的是富含 Omega-9脂肪酸的食物，如特级初榨橄榄油。此外，摄取能够抵御自由基等活性氧的抗氧化物质，也是预防衰老的有效方法之一。抗氧化物质丰富地存在于蔬菜、水果、海鲜等食物中，因此积极地摄取这些食物将有助于抗衰老。那么您觉得如何呢？
我们将结束对第一个最佳习惯的解释。接下来，我们将解释第二种不要抑制自己吃想吃的食物或享受酒精等嗜好品。有一个代表性的东西，我们常常会忍耐，那就是我们想吃的食物和喜欢的饮品。当提到不老长寿时，您可能会想到像100岁的老人一样，会认为瘦弱的老人更能长寿。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已经有数据显示，稍微丰满一些的人更能长寿。元气满满的老人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都是瘦瘦的样子，而是不太忍耐，不失去食欲，吃自己喜欢的东西，稍微丰满一些，快乐地享受生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享受人生的老人。此外，很多人相信节食和减肥对健康有益，但作者指出，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减肥需要注意。如果进行节食，导致营养不良，会加速衰老。在节食和减肥时，人们往往只关注热量，忽视了对营养的关注，结果蛋白质和微量维生素等会出现不足的情况，最终导致营养不良，对身体造成相当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加速衰老。一般来说，缺乏比过剩更对身体和大脑有害，而且随着年龄增长，由于缺乏导致的伤害更容易出现。所以，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进行节食和减肥导致营养不良，会加速衰老，带来各种害处。减肥的观点是为了减少肥胖，让身体保持适当的体重。那么，这个观点到底是什么呢？作者表示，这种观点适用于大约60岁左右的人，确实直到大约60岁。由于肥胖会增加各种生活习惯病的风险，将体重设置在适当范围内是重要的。但是，当接近80岁时，作者建议我们将这种常识放在一边。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食欲本来就减退，食量减少，容易陷入营养不良、体重下降、免疫力下降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节食和限制自己想吃的东西是缩短寿命的行为。如果有想吃的欲望，作者建议不要压抑，而是尽情享用。请记住，老年人不应该进行节食。不仅老年人，即使不是老年人，也绝对不应该进行极端的节食。维生素、蛋白质、脂肪等是保持身体不老的必要营养素。进行节食通常会导致这些营养不足，加速衰老。经常听到这样的故事，人们进行了节食，体重减轻了，虽然在节食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外貌却变得憔悴，显得老态龙钟。所以，即使减肥成功，如果外貌看起来老态龙钟，那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如果你想减肥，应该减少糖果、甜点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但不应该减少维生素、蛋白质、脂肪等的摄入。如果你想减肥，应该更加关注饮食，而不是减少这些营养素的摄入，确保摄入足够的必要营养素，同时限制甜食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逐渐减轻体重是很重要的。此外，有些人在限制食物的同时，也会限制饮酒和吸烟。但是结论是，如果你还处于中年阶段，限制这些行为对健康有益。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作者在本书中引用数据解释，无论是否戒烟或戒酒，寿命变化并不明显。例如，如果您现在已经超过70岁，根据数据，吸烟和不吸烟的人的寿命差异并不大。此外，享受美味食物而不压抑自己的欲望也非常重要。享受美味食物的愉悦体验对免疫功能的维持和抑郁的预防有积极的影响，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因此，让我们尽情享受美味食物，并在适度的范围内享受生活中的愉悦时刻，以保持健康和幸福的生活。无论您现在是多大年龄，都可以从现在开始采取积极的行动，追求健康和长寿。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